港股的百果园集团。同样，这也是咱们的粉丝约稿。那在开始之前，我们要带着几个问题：第一，这个品种的长期下跌趋势有没有结束？当前所处的这个位置算不算是筑底的一种形态？那后期如果筑底成功，向上运行的空间和幅度有多大？开始向上运行的这一次的反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或者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在自己喜欢的视频底下多多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制作，后期更多的品种我们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因此大家充电之后要及时的加 QQ 来约稿，以及来了解会员的权利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那首先我们还是要从它的周线图来看。那周线图最高点是出现在7.12， 最低点是出现在 0.83。 从相对的高位开始，这一波回落，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是它整体已经运行完了一个三波形态。至于后期有没有反弹结束之后的再次下跌，创出 0.83 以来的新低，这个目前不得而知。但是目前可以认定的是，当前所处的 0.83 这个位置向上的，它是一个反弹先当做一个反弹。如果说是下跌趋势没有结束的话，那么从 7.12 有可能向下发展出一个所谓的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当前所处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四浪，后期还有个下跌的第五浪。这是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紫色段的三波，它就是一个调整浪 ABC。 那么当下我们重点要研究的就是 0.83 开始向上运行的这一次的反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或者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那么我们首先要将时间调整到天图，从天图的低点开始看，我们会发现一点，从 0.83 这里向上出现了一个疑似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那么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此处就算是反弹，定义为反弹，那么这一次向上的反弹结构也没有完成。当前蓝色段的第一波可以认为它是一个 A。 那么目前从这个相对的反弹高点 2.4647 开始向下的就是在回撤，再走一个 B 浪。那首先我们还是用到黄金分割来看的话，那下方的这波回落目前应该还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 B 浪的回落的幅度都是比较深的再一个走势的结构的话，它应该是会出现一个三波的一个形态。那通过这样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能看到下方关键的这个支撑区域它是位于 1.46 到 1.22， 这就是下方的潜在的这个调整的这个回落的这个支撑区域也就是 B 浪潜在的一个结束的一个位置。那对于当下来说，短期可能还有一定的下跌空间大概是 0.26 到 0.5 的这样一个下跌空间。但是在这个下跌空间、下跌走势结构结束之后呢，那势必会按照这个蓝色段的走势，会再次向上运行新一轮的反弹上涨走势，并且它还是会呈现一个五波的一个形态，并且极有可能大概率它会突破上一次的高点2.47。 如果从 1.46 附近涨到 2.47 来看的话，有大致的话是有1块钱的一个上涨空间这是最低的一个预期目标。如果更高的位置的话，那么一会儿我们可以通过周线图的黄金分割再看一下距离最近的黄金分割压制在哪里。但是至少按照 2.47 这样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1块钱来看到现在的价格 1.46 附近，如果选择进场的话，那么可以说它的盈亏比是非常合适、非常大，并且下方的防守位置也可以说比较小比较小。主要我们还是看在 1.46 到 1.22 这个区域大致会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出现这个日线的底分型或十字星。那么我们只需要将 0.764 这个位置，黄金分割 0.764 这个位置点位让开就可以，比如放到 1.10 这就可以作为你一个防守短线的一个防守的一个位置。
这是目前我们整体来看到当下或者后期所能存在的这样一个波段的一个机会。那接下来我们再返回到周线图来看一下上方整体存在的这个目标压制位于哪里。如果这次的反弹我们仅仅把它当作是一个4浪调整，那么我们只需要拉取最后一波的黄金分割。那上方可以看到，如果突破之前的高点 2.47， 后期上方面临的关键的压制位位于 0.382 一线，也就是 3.10。 所以这个票从中短线的小波段来看的话，它是存在机会的。那近期大家也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这支票在下方支撑区域是否能如期出现这个我们所预期的这种底分型或十字星的一个结构形态的一个 K 线结构形态的一个出现。以上就是今天咱们关于这个港股百果园集团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分析。那么无论这里启动的是反弹也好，还是反转也好，是4浪调整的内部结构也好，还是推动也好，那么我们看到当这个2次探底结束之后，都存在向上的一个5波推动形态的一个结构出现，所以大家后期可以重点来关注一下。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见。